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绿豆是豆科植物绿豆的种子，别名青小豆，在中国有2000余年的栽培史。绿豆原产于印度、缅甸地区，现在在中国有广泛的分布，如东北、华北、西北等地区都有种植。绿豆性凉味甘，有清热解毒、消暑、利尿祛痘的作用，还可以降血脂、降低胆固醇、抗过敏、增强食欲、保护肝肾、排毒解毒的作用。绿豆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营养成分。绿豆中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，包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。绿豆中的淀粉含量也是很高的，具有较高的热量和能量。绿豆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有助于促进胃肠道蠕动和减少胆固醇吸收。绿豆还含有多种天然活性物质，如多酚类化合物和黄酮类化合物等，有抗氧化和抗炎等作用。常喝绿豆汤有4个好处：一、可以清热，在炎炎夏日里喝些绿豆汤能够起到很好的清热解暑的作用，因为绿豆汤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，可以消除暑热对人体的影响，增进人体的食欲。第二，可以解毒，因为绿豆汤有很好的解毒作用，所以对于保护肝脏有一定的好处。第三，降血脂，其中对于降低胆固醇作用比较好，以及预防三高。第四，抗菌抑菌，绿豆中有一定的抗菌成分，可以起到很好的抑菌抗菌。绿豆和它是天生一对，坚持泡水喝，湿气失眠都会绕道走。第一种蒲公英，蒲公英具有清热解毒、消肿止痛、利尿消炎等作用，与绿豆搭配可以增强其清热解毒、利尿排湿的效果，对于湿气肿、水肿、湿热等症状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第二，菊花，菊花具有清热解毒、明目润肺的作用，用绿豆搭配菊花可以起到更好的清热解毒作用，还可以润肺化痰，对于热感冒、咳嗽、痰多等症状都有比较好的缓解作用。第三，莲子，莲子具有养心安神、健脾补肾的作用，与绿豆搭配可以起到很好的养心安神、健脾补肾的效果，对于失眠、健忘等症状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第四，红枣，红枣具有补气血、美容养颜等作用，与绿豆搭配可以起到更好的补血养血的作用，还能够更好的美容养颜，对于女性月经不调、皮肤干燥、长斑、长皱纹等症状都有比较好的缓解效果。绿豆和3种食物是相克的，吃绿豆之后千万别碰它。第一种，狗肉，绿豆不建议和狗肉一起吃，这会导致品尝者出现腹痛、腹胀等现象，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，也会产生中毒，造成致命的危害。但是如果能够吃上2-3颗空心菜，也能够具有缓解的效果。其实有些人在焖狗肉的时候也会加上绿豆，如此就能够有效的去除腥味，而且也不容易会中毒。可是如果在吃狗肉之后继续喝绿豆汤，就会产生危害。第二，虾和绿豆同时也不建议放在一起吃，因为虾本身就是寒性食物，而绿豆也有降火的功效，把2者食物放在一起影响肠胃健康，所以吃虾的时候最好单独煮，也应该加入一些生姜，否则很容易会引起中毒的反应。第三，西红柿，西红柿还有绿豆汤在夏季是比较常见，就有排毒的效果，而且成为夏季的美容品。西红柿可以美白，
能够有效地防止紫外线的侵害。绿豆可以排出体内毒素，但是在喝绿豆汤的过程中，千万不要继续吃西红柿，这会导致人体元气大伤。第四，西瓜。很多人喜欢在炎热的夏季里喝上绿豆汤，或者吃冰镇西瓜，但是这两种都属于凉性食物，如果放在一起吃，会造成胃痛以及腹泻等现象，特别是冰冻之后，身体会造成严重的危害。若是一起吃，建议不要吃得太多，最起码需要间隔半个小时以上。第五，香榧子。香榧子里面所含的脂肪油非常多，能够发挥润肠通便的效果，将体内的毒素及时排出体外，但是却不应该和绿豆一起吃，很容易就会引起腹泻的现象，如果本身就有腹溃严重性会更大。绿豆不适合哪些人食用？第一类人是寒凉体质的人群，绿豆性寒，平时体质寒凉，容易出现四肢冰凉、乏力、腰腿冷痛、腹泻稀便等症状的人群，通常不适合吃绿豆，否则很容易加重体内寒气，不利于症状好转。第二类人，体质虚弱的人群以及儿童，由于绿豆富含蛋白质，而大分子蛋白质需要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小分子肽、氨基酸，才能够进一步被人体吸收。而体质虚弱的人，胃肠道、消化功能都是比较差的，儿童本身胃肠系统发育也不完善，所以不适合吃绿豆，否则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掉绿豆蛋白，容易因消化不良导致腹泻等症状。第三，正在服用各类药物的人群，如果患者在脾胃虚寒、腹泻痛经等虚寒症，或者需要服用人参、黄芪、干姜等温补类药物，这种情况下不适合吃绿豆，否则可能会寒上加寒，或者是减弱温补类中药的疗效。大家在吃绿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别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